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我想呢，大家应该都有猜拳的经验，而且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当人数越多去猜拳一次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很难分出胜负的，很难猜一次就分出胜负，因为呢，很容易出现那一种，有人有剪刀，有人有石头，有人有布哦，同时出现的情形。那可能要一直猜到很多次的时候，恰好只有2种拳法的时候，这时候才能可以分出胜负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呢，就想要来讨论一下，如果呢，我们今天呢讨论是猜拳的人数跟不分胜负的几率之间，它有没有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函数关系哦？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从这一题来看，他说呢，求以下的人数呢去猜拳一次不分胜负的几率。好，我们先很简单用古典几率的角度去讨论这些几率。那2人猜拳的话，自然是不用说了。样本空间呢是3的平方，我的事件呢就只有2个人同时出剪刀、石头或布的时候，那就是只有3种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几率呢就是3/9，也就是1/3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第二个，如果是3个人猜拳的时候呢，不分胜负的情形就分成2种了。样本空间是3的3次方，那不分胜负的话就分成如果呢是3个人拳法都相同，那就是3种。那如果是剪刀石头布各占一个的话呢，那就是呢各占1种，但是我们还需要去排列哦，所以就是3阶乘种啊。这个 case 呢，你算出来是27/9，那也是1/3。那写到这边，同学们应该会有点小惊讶的，会发现呢，居然2人猜拳跟3人猜拳不分胜负的几率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如果是4人猜拳的话，情况就比较复杂，我就不需要分 case 来讨论。比如说呢，就是我样本空间是3的4次方，这时候呢不分胜负的情形呢，当然第一种就是全部都相同哦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呢剪刀石头布各占一个。那同学们可以这样子看啊，那现在呢我把剪刀把它看成是三角形，然后呢石头呢看成是圆形好了，那我的布呢看成是一个方形好了。那剩下呢，它这个一定至少要各占一个。那剩下的这一个位置啊，好，它就可能是剪刀，也有可能是石头，也有可能是布，对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只有3种情形。3种情形。那可是呢，它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排列是有相同物的排列，是211的排列。它一定是就是有2个相同跟剩下2个不同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看成是4阶乘去除以2阶乘。好，那在这个 case 当中呢，你就可以算出我们的几率呢是81分之多少？这个是12再乘39。好，那约分完之后是27分之13啊，这是27，这擦掉，然后是等于27分之13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就会比我们1/3呢，略高了一些，因为1/3是这个27分之9嘛。好，再来呢，5个人的话又更复杂了，我们的样本空间是3的5次方，那一样，第一种不分胜负的情形呢是3个人拳法都相同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另外2种是一样，是剪刀石头布各占一个，但是它们结构不一样。一个呢就是像这个有2个剪刀、2个石头、2个这个1个布的哦，这种情形哦，这种221的情形。然后另外一种是311。311的情形的，那你会发现这2种情形呢，基本上你就搭配拳法的话，都会有3种分布啦，都会有3种分布。就是你看一下这个两同的3个C3取2嘛，然后这个3个相同的C3取1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呢，这时候你再去做排列，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我样本空间就有排列，所以我事件呢当然要排列。那这个是5阶乘去除以2阶乘除以2阶乘，是221的 case 啊。那如果是311的 case 的话，那就是5阶乘去除以3阶乘，5阶乘去除以3阶乘。好，我们可以来算一下。那这个分子分母可以先同时约去3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变成81，然后约去3，这边4次嘛，变成1，变成1，变成1，所以呢，变成1，再加上120去除以4哦，30，再加上20，所以呢是
81分之51，81分之51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又比刚刚4人猜拳啊略高了一些哦。刚刚这27分之13是81分之39啊，所以呢越来越难分出胜负，那也越来越难算了哦。你到6人的话，还要再多讨论一些哦，就非常非常难算。所以这边呢，老师要介绍一个就是可以通用的公式，它事实上呢，它可以写成一个从这个人数还有几率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写出一个函数关系哦。它的方法就是，然后这边写这个方法2，好，刚刚这是方法1，好，方法2就是呢，我们今天 n 人啊，n 人猜拳不分胜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先看一下会分出胜负啦，会有胜负的情形。那我们等一下拿1去扣掉这个会有胜负的情形，就是不分胜负的几率。那怎么样会有胜负呢？那就是代表说我们在 n 个人当中只有2种拳法出现而已。好，这时候样本空间是3的 n 次方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会有2种拳法出现，那首先我们先把拳法选起来啊 ，C3 取2，这个呢代表说我们呢剪刀这个还有石头。还有布，3个选2个啊，比如说我选了这个剪刀跟布哦，3个选2个，这是 C3 取2的这个由来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如果我们要分出胜负的话，那在这个 n 个位置，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算是 n 个位置的数对，然后在这个 n 个位置当中呢，每一个呢，其实呢，我就是都放这2种拳法。好，那你就可以讨论出所有的人只有这2种拳法出现的情形啊，所以呢，可以看成是2的 n 次方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排除什么？排除所有人的出拳的拳法都相同的情形，那就只有2种我们去减掉2。好，那非常非常简单，我们就建构出了这个会分出胜负的n 人会分出胜负的这个几率，所以呢，就会是我们把分子分母约去3哦。好，这是3的 n 减1次方分之2的 n 次方再减2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 n 的函数，那它是会递减的哦，在这个n 大于3之后，在 n 大于3之后就开始递减，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2人跟3人猜拳几率是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也是为什么说，我们越多人的话呢，它会分出胜负的几率就越低啊，不分胜负的几率就越高了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可以由这个1去减掉会分出胜负的几率3的 n 减1次方分之2的 n 次方减2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不分胜负n 个人不分胜负的几率我们可以直接把那个 Pn 好了，或是 P of n 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它就是变成一个函数关系。那我们可以跟刚刚的这个结果呢做一个验证好，同学看一下 P of 2，就是呢1去减掉3分之2，对不对？好，是1/3，好，没有错。那 P of 3就是1去减掉9分之这个6也是1/3，没有错。那 P of 4呢，就是1去减掉27分之这个2的4次方嘛，就是16减掉14，好，所以呢是27分之13，好，这也没有错。那 Pf of 5就是1去减掉81分之30，就是81分之51没有错。所以呢，最后这个6人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带这个公式来算P of 6就是1去减掉这个243分之这个62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243分之181，这个答案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呢，把它验证出来了。